至少要等到警方结案，向社会和公众宣布你是无罪的。目前你还是被取保候审，并没有解除你犯罪嫌疑人的身份。虽然你现在可以回到公司了，正常工作，但是以你现在的状况，想要重新担任董事长，我怕你不会得到你期望中的支持，反倒会操之过急。你说的对，我会用最短的时间洗脱罪名，一旦拿到撤案还有释放证明，马上召开董事会，重新投票。分局支队和验队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一样，也不一样。金融街刑警大队是分局支队下属的管片队，我们啊是他们的上级。这次是支队下来调查。对，那和金融街查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支队领导想要亲自过问案情，可以走了吗？口罩还带啥？你看，带这个，带这个，它不咬人，听话。是啊，我那个同事啊，你知道啥事儿？就是你看，给带走了，但没走，出事了，小姑娘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文理分局刑侦支队的秦大队长，这位呢就是赵勋。秦大队长好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直接问了，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吧？现在东西在哪儿？在我宿舍。你看清楚，是不是一件东西都没有拒绝或归还？这么多这么贵的东西，已经远远的超出你的收入水平，同时也不匹配你的消费能力了。你当时在收的时候，有没有一点感到忐忑、不安？我婉拒过他很多次，每次都被陈总批评驳回，说作为助理要陪他出席各种商务活动和宴席，这些物品都是为了工作需要。他这么说你就这么信？这么奢侈，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助理的配置啊！而且我不相信你心里不清楚，他这就是借工作之名及个人之私，对吗？除了工作以外，那些东西我从来没有用过。那么你知不知道，他送给你这些奢侈品，除了他跟你说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，可能还有其他的意思啊？有没有？既然想到了，你还说？你知不知道接受一个男人昂贵的礼物，你没有表示拒绝，对于这个男人而言，你接受的可能不仅仅
是这些礼物。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拒绝呢？是不能拒绝、不会拒绝，还是不敢拒绝？我指的是不冒犯的那种拒绝。既然是拒绝，还需要这样思前想后、谨小慎微的，那么你是真心想要拒绝了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他送给你这些奢侈品呢？当然了，我相信很多年轻的女孩子看到你这份清单的时候，想要不心动、不喜欢，确实有难度。但你知道，这个嫌疑人是个情场老手啊，他不会就只是润物细无声的向你表达爱慕之情吧？有没有完全不顾及你的感受，暗盖硬伤？有吗？那么，即便他再温柔温婉，你应该也明白他什么意思吧？你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接受他的追求，对吗？那么他对你的追求，你是什么态度？他有家室，我也不喜欢他。既然你不喜欢他，你有没有明确的跟他表达过你不愿意？有过。比如我不愿意，别这样 ，no， 再这样我就报警了。那你是怎么表达的？我尽量躲着他，不和他单独相处。你躲得过初一，躲得过15吗？你们两个每天朝夕相处，亲密无间，3个多月，90多天啊！这么长的时间，你有没有向任何一个相关执法单位投诉、举报过他骚扰你啊？我不知道找谁投诉。那你想没想过报警抓他？他是名人，只是一些言语和小动作，也不过分，很难举证。我怕。所以你就一直这么默默的忍着，默默忍了3个多月。你在等什么？你在等着他送给你更贵的礼物吗？你知不知道，由于你没有明确对他表示过拒绝，他就会变本加厉，从语言到动作，然后逐步升级，直到侵占你的身体。想过吗？我不相信你没想过。既然想到了，你都没有防患于未然吗？啊！我退一万步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都没想过辞职吗？我珍惜这份工作。看一下，这是你父母的签字吗？你父母在这份协议上面签字，是否代表你的态度？是否表明，在事发之后，你与嫌疑人达成和解，并接受他所有的安排？不是这样。那是怎样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也同时也调查过你的父母，你的父母证明在这份协议上面签字，既没有受到嫌疑人的威逼利诱，也没有背着你违背你的意志，更没有卖女求荣。但问题来了，你父母亲接受这份协议里所有的条件，现在却与你的意愿相违背，这一点你怎么解释？从事发到报警，我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父母事情的真相，他们不确定我是不是受到了伤害。他们还以为你跟嫌疑人是特殊关系，所以你就顺理成章的可以接受嫌疑人送给你所有的东西，是这样吗？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和这个男人是什么关系，你还真是会保护个人隐私啊！来说说这个。
事发36小时，你跟嫌疑人单独见面，面对嫌疑人的质问，你为什么当面否认强奸？那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对他撒了谎，说了假话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还不说真话，那他怎么知道你被强奸呢？明儿，去看看赵群，不太对劲啊。严警官，我不想告你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案子就是因为受害人模糊暧昧、自相矛盾的态度，造成了双方认知的南辕北辙，从而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当中，让嫌疑人引起了误解。他们描眉画眼涂口红，不就是为了让人产生欲望邪念吗？谁让他们低胸短裙穿着暴露？他们那么穿就是为了挑逗男人，招人犯罪。大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话和这些话有什么区别啊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啊？我说错了吗？没，他就不是完美受害人，就因为他不是完美受害人，才让你的侦查工作处处被动，无法举证，你心里没数吗？你对完美受害人的定义是什么？一个贞洁烈女拼命反抗，遍体鳞伤，九死一生的保住贞操，是不是只有这样才符合你对强奸受害人的道德标准？如果他做不到道德完美无缺，行为无可指摘，更没有殊死搏斗，甚至他还有正常的生理反应，那么他的指控就必须要被质疑、被否定，是这样吗？严明啊，你这一次是被女性的感性操控了，啊，你所有的判断全部都被预设牵引了。你想一想，就算你不问我不问，未来检察官、法官会不会像我这样质问他？会不会？今天连他都受不了，未来他怎么样去面对检察官、法官，尤其是被告辩护律师的法庭质询？严明，来，秦导，来，下坐，别生气，来，冷静静，坐。少说两句。来，坐，咱们有话好好谈，好吧？老严，我告诉你，我看不懂啊，我看不懂你们队的艳明将来还要耍出什么花来啊！面对支队的意见置若罔闻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案子打根上起就是证据不足，受害人根本拿不出他被强奸的例证。他为什么报警？出于什么心思？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。而你，这一次有违职能。当然，我相信你肯定有你自己的道理。还有，这不是我的意思啊，是支队的决定，命令你到此为止，终止侦查，听懂了吗？就这样。哎，秦导，严明，哎呀，你这脾气。
哎，林律师，久等了。啊，您好，严队。你好，严队，来坐。严队，我认为呢，本案证据不足，不具备移送检察起诉的条件，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第186条的撤案规定，应当终止侦查，不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。所以我代表嫌疑人向公安机关申请撤案和释放证明。我正要告诉您呢，分局决定了，对成功强奸案终止侦查，撤销案件。严队，我想代表我的委托人成功先生，请求公安机关通过官方微博向全社会公布刑事撤案的结果，以正视听。我们会的。非常感谢。谢谢。您的撤案决定书。恭喜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走，跟我进去，好好庆祝一下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程董。林看律师，请你跟我一块儿上去。我要吗？当然。来，我说1、2、3，跟我一块儿揭开红布，好吗？好。1、2、3。哦。怎么样，惊讶吧？我要告诉大家，13天我经历了什么，以及林看律师为什么值这个价钱。陈总，我能下去吗？当然可以。停。短短13天，刑事诉讼代理获利500万，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。你们可能惊讶于高昂的律师费，但是你们不知道，这13天里林看都做了些什么。如果没有他，我洗脱污名，绝对不可能只有短短的13天，可能会有半年、1年，甚至2年的时间。一般人的概念当中，律师只有在开庭辩护的时候才能彰显他的价值，但是林看让我见识到，一个优秀的律师绝对不会坐等法庭刑事开庭的通知书被动应诉，而是会前置调查。事发的第一时间，大家听清楚了啊！我说的是事发，而不是案发。事发的第一时间，林看就开始搜集证据。当警方立案之后，林看提供的每一份证据，都是反击污名指控我的子弹。正因为他的前置调查，让我免于被逮捕、被诉讼、被庭审。谢谢你。你们都是我的挚爱亲朋，跟我情同一心，但是你们绝对体会不到，这13天当中，每一分每一秒对我的煎熬。实话说吧，在看守所，我承认，我有过轻生的念头，但林看是至暗时刻的一道光，他让一个社会性死亡的人死而复生。他拯救的
除了我的生命，还有我的名誉，所以两者作价500万远远不够。我不介意再多收一点。我的挚爱亲朋，拿起酒杯，跟我一起敬亲爱的林看一杯。好。林看，谢谢你，谢谢您的慷慨，来，恭喜恭喜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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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！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。等等啊，大家注意，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。各位，我前半生赢过很多荣耀，但是和这2张纸比起来，轻如鸿毛。一个是撤销案件决定书，一个是释放通知书。劫后余生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啊，名誉如命。以后我爱惜我自己的名誉，当如同珍惜我自己的生命。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我的事业、个人生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故。好在我回来了，回到了当初被迫离开的地方。所以在这里，我向大家承诺，我会用最高的效率、最短的时间，让我的企业运营和个人的生活回到正常的轨道。好，把酒给我。最后，我提议啊，为了大成的未来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！来，辛苦你了，谢谢。师傅怎么没来？他好像接了一个新的案子，让我跟你说一声。他应该很高兴吧？他说回来，你明白吗？你们都明白了，我能不明白吗？你怎么想的？正常运营，一切如常。你的场可跟他的场不一样啊，他又是一场好折腾。看来程董已经觉得他自己万事大吉了。哎，林看呢？在那边呢。那我去拿点吃的啊。坐吧。哎，你好。没有不高兴吧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没有。有个事儿正好想跟您聊一聊。好啊。刑事已经关门了，但是您要知道这件事儿并没有结束。我当然知道。我有一个想法。你的想法说出来吧，我一律照办。我希望你可以对赵群提起一份协议，协议的内容是双方不对外透露事件的经过和刑侦的细节，也不再对任何人提起或者谈论这件事情，也不对外曝光对方的信息和隐私，也可以给这份协议约定一个期限，期限可以是永远，直到离世。我知道，这就是所谓的封口协议吧？不曝光个人的信息还有隐私，这一条恐怕是为了保护他吧？这叫保护他，也保护你啊！你看啊，你们双方保持沉默，让大众没有吃瓜的机会，舆论就可以平息。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快速的从大众的视野里消失，这样也可以快速的把负面影响降低。哎呀，真是污名别人零成本，洗脱无名跑断腿。他倒是被警方和媒体保护的挺好的，进退自如，毫发无伤。不是的，陈总，你看啊，侦查结束了，赵群对保密就没有限制了。万一，我说是万一，他要是对媒体或者是网上爆料，操控舆论，然后也可以胡编啊，胡编就可以误导舆论，
那这个对于你个人和公司的名誉来讲，不就是持续性的负面伤害吗？他这么做图什么呢？你不能排除他除了经济利益之外的诉求啊，比如说，法律不办，那就让舆论来办你。哦，也许他想出名，或者是想博眼球，诸如此类的。但是法律现在站在我这边，他操弄媒体，不怕被反噬吗？如果不怕的话，那他就试试呗。以我对他的了解呢，我觉得他是不会的。但是事情是变化的，我不敢打这个保票。他的保票我现在也不敢打了，她已经不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小姑娘了。如果赵群他答应签风口协议，提出经济诉求的话，你们可以商量一定的数额，但是这笔钱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。对于这笔钱呢，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定，只限于您对赵寻承担约束责任的感谢，而不代表通过任何方式跟他道歉而产生的经济赔偿。我为什么要给他钱呢？之前我是心甘情愿的给他，他不要，现在弄得我身败名裂，我还要给他，他应该赔偿我，赔偿我。算了，不说了。郑总，这笔费用是对风口实质性的约束，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尘埃落定了。您要不要仔细想一想？好吧，我仔细的考虑考虑之后，答复你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有点累。好，好，林哥，你真棒。应该的，好好玩啊。好的，慢点。我来加入你们的战队了。来了，辛苦了，小佳。舰队，我没有想到结果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做得非常的棒。师姐，真的大可不必。现在这个结果不就是你费尽心思、绞尽脑汁想要得到的吗？真的不用跟我说这些。
我只是按照法律程序履行我辩护律师的职责。你的律师职责，就是利用比我们提前介入的时间优势，利用你的性别认知优势，找出甚至是设计让同性主动暴露他的软肋，然后对他一击致命，是吗？假不假？你们背后搞了什么鬼？你会不知道吗？我搞了什么鬼？你什么意思？就是这张脸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师姐，从法学院到今天10几年了，你白莲花人设演得不累吗？我只是在履行我做律师的职责，怎么就变成了对我的人身攻击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因为你每次都用不正当手段。当初在文里你一步登天，背靠大树享受的那些资源，你心里清楚。现在又用法律为权势服务，你那么心安理得吗？是因为你也是潜规则的既得利益者，享受惯了和权势之间的互惠互利，你就肝脑涂地的为他们开脱罪责，是吗？我做的一切努力，就是为了护送这个姑娘能够走得更远，保护她从公安局走到检察院，再走上法庭，让她能在更大的空间面对更多的人，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，哪怕最后她得不到如愿的判决。强奸案最大的意义，不仅是告赢，是胜诉，更是站出来发声，让受害人有机会讲出自己被侵害的经历，不被评判，有人相信，彼此支持。即使法律缺席，正义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。任何强权对弱者的剥夺侵害，不仅包括性侵，还有精神霸凌、人格贬低。如果法律不能阻止他们，公序良俗不能限制他们，道德谴责对他们形同虚设，他们就会在每处职场、每个人的生活里肆意横行，变成合理，成为日常。你我能做什么？我只能做到这儿了。而你，大名鼎鼎的林律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其实这些年有一点我挺想不通的，你那么优秀，在文里你是我们法学院师弟师妹心中无所不能的师姐，你根本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，你应该是那种凭自己开挂一路通关，连捷径铺到你的脚下你都不屑一顾的超人啊！为什么还要走他给你铺的捷径？如果每一个像你这样的女性榜样都只能走捷径的话，那平凡如我们要怎么做？
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健身去了吗？我回来拿东西，我看你屋亮着。怎么了？人不舒服啊？你不是赢了吗？怎么还闷闷不乐的？赢了吗？怎么了？我今天没有过生日。我放个好消息给大家助助兴啊！大成财务今早把500万打进3所账户啊，利率继续扩大本年度律所营收第1名的优势。没讲完，我说你们啊，不要自暴自弃啊，要由头赶上去。肃静！我再宣布个好消息。双喜临门，要不要？要！市律学刚发来通知，林看当选10大优秀律师。太棒了！真的假的，是吧？请过目。这不仅是林看个人的荣誉啊，也是我们大正律所集体的荣誉。哎，请林律致个词吧，为颁奖典礼预个演。对。谢谢师傅栽培。谢谢大家一直的帮助。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。您看，你干得漂亮！该你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好，今天是咱们大正双喜临门的日子，老大放心了，发红包了。
欢迎回家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欢迎回家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看，哎，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，哎，来，让我看看你伤哪儿了啊？后脑勺。哦啊。没事嘛，我这个内伤外伤后遗症一概没有，还变得更聪明了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没心没肺，这是像谁呀？我跟你妈妈七上八下的，担了一路的心呐。谁告诉你们的？他。还有人大上传下达。这一大早，坏消息、好消息全来了，把我们紧张的都不行了。你妈妈二话不说，收拾完行李，拉着我就跑来了，说是要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去见他俩，你们现在都单线联系了。小辉早就不是外人了，快快洗手吃饭，快洗手吃饭，快洗手吃饭。把那个热一下。好。来这边往边上撤一撤。哦，我来。好。我们干一杯，干一杯！恭喜老大！呀，10大律师，哎呀，虽然我和你爸是老法，但是我们这一辈子啊，连这个边儿都摸不着。谁说的？我闺女拿到了，等于我就摸到了，这都是因为有我呀强大的遗传基因。是我的遗传基因力挽狂澜，你的遗传基因都是劣根性。哎，军功章里有您的一半，也有您的一半。啊，那我得尽叔叔阿姨的强大的基因。哎呀，小开呀，爸爸妈妈都知道，这个奖啊，是你用了10年，一天都没有松懈过的奋斗拼回来的。我可以作证。爸爸妈妈没有本事，没人脉，没资源，什么也给不了你，没能让你赢在起跑线上，还差点把你给害了。说什么呢？今天挺高兴的，你这说这些啊！爸，今天这个黄鱼不错，是您做的吗？那必须的。哎，你们尝尝，哎，这个是大葱油，我新获得的秘方。哎呀，尝尝。哎呀，叔，这鱼好吃极了，是吧？好吃极了，是吧？你回头得教教我怎么做这鱼啊！哎，好，我必须教你，我必须教你。来，那我先提前谢谢您啊！哎，好。你那么夸张吗？还好吃极了。哎呀，真的是特别好吃。你带我不开车回家了？我叫代驾啊。哦，对了，我都安排好了，颁奖礼那天我来家家了，陪他们去会场，全程照顾。你呢，就专注领奖，负责嘚瑟，满满羡慕嫉妒恨，怎么样？行，来。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。小辉真细心啊，想得真周到。哎呀，你这么说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那我就以饮料代酒，我自己干一个。老大，我给你包个虾啊。哎呀，这空气真好啊！呀，这小日子过得真不错，花养的也不错。小看，
咱们现在聊两句，不打扰你吧？好，我正好休息一下。我替您问吧，你是不是想问我有没有谈恋爱，要不要结婚，什么时候结婚？生我嘴皮子了。啊，现在没有。啊？啥也没有啊？什么都没有。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小辉，康辉。康辉是我的小师弟。你是不是觉得他年纪小？哎呀，姐弟恋那正常的很。哎呀，不是因为他小，我们在工作上配合的非常的默契，然后我又觉得他人品好，所以我愿意跟他做朋友。那，你看这个你不谈恋爱，是不是因为以前的事儿影响到你？哎，不是，完全不是。那你总是一个人也不是个事儿嘛。那你看我现在过得怎么样嘛？挺好的，我都羡慕你。那就行了嘛，我现在过得非常的充实啊。但是呢，我也没有排斥恋爱，也不排斥婚姻。可是这些事情是要看缘分的嘛，不是吗？那你看到合适的，千万不能错过啊！我也不想错过啊。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和爸爸这样。哎呀，那好吧，我跟你爸呢要把自己身体练得棒棒的，尽量给你少点麻烦，活得长一些，陪你久一点。对嘛，你们俩现在身体健康，我开心就已经很圆满了。喂，陈栋。喂，林安。哦。明天有空见个面啊？好，可以。你看你时间啊，随便什么时候来，我都在家。我就是个闲人。明天是吧？好，再见。是那个程董。网上都在说你给有钱人洗白。妈，您也是学法律的，从律师的角度，我只认定证据呈现的法律事实，对吗？对，你一定要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和职业操守。那必须的。你是不是进去跟我爸汇报一下我们的聊天情况呀？他离得远，应该没听清楚。不早了，你早点睡啊。哦，知道。小看，给你买的面膜别忘了敷啊。好，谢谢妈。你为什么要拒绝老吴给你的保国资格呀？人家把你的申请材料都整好上报上去了，就是让你去走个形式，参加一个笔试面试，你居然就躲起来，死活都不出现。啊，让老吴满世界的去找你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都跟你爸都想不明白，你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还跟老吴关系搞得这么僵，你是想我和你爸跟他的老人情都搭进去吗？这3年啊，老吴恨不得把你放在手心里呵护着，给你铺了一条金光大道让你走。作为老同学，我和你妈是感恩戴德的，可是你怎么就油盐不进呢？啊，爸爸小时候没教你不能忘恩负义吗？你说你脑子里想什么呢？你脑子里到底想什么呢？这是说话。妈，实话跟你们说，读研第1年，他就开始骚扰我。什么？我1分钟也不想再面对他。
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回家！爸，你去燕州干什么呀？大人的事你别管。我求你不要管，这3年我让你管过我的事吗？爸，我好不容易挺过来，你就让这件事情过去，让我忘了好不好？爸，我求你了，爸，赶紧走，爸，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求你了，走。小开，爸妈没有能力给你创造更好的机会，我们就是想让他把你送到我们送不到的地方，可没想到这还……爸爸妈妈，我们谁都不靠，靠自己就可以很好。相信我。陈先生，林律师来了。请他来。好。陈总，哎，您约我来是考虑好我的建议了吗？啊？什么建议？哦，我希望您和赵寻签一份约束协议啊。啊，封口协议啊。啊，对，想起来了。啊。哦，您不是为这件事儿？那个不着急，先放一放。现在我委托你办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帮我约下赵寻，我要见他。目前这个阶段吗？我现在见他没有法律限制吧？哦，那倒没有。您不是嫌疑人，他也不是受害人，你们有自由见面的权利。但是解除嫌疑的嫌疑人迫不及待的想见指控他的受害人，你觉得很奇怪是吧？对。你们俩见面不是应该通过律师或者是中间人吗？避免你们双方直接接触。不需要其他人，我要亲自见他，面对面的，我要看着他的眼睛，亲耳听他说。你帮我约他。那他如果问我您要说什么，我怎么回答？你告诉他，法律澄清了我跟他之间的事儿，我跟他之间也需要一个澄清，这是我诚恳的请求。我不一定保证能够说服他。你一定可以的，千方百计，用你的智慧，你的话术。行，那我试试。哎，还有，如果他顾及人身安全的话，你告诉他，他可以带一个人陪他，仅限于他的父亲、母亲或者他找的律师，其他的人我拒绝。明白。谁呀？哎，您好，赵先生，我是林看。有什么事吗？我受委托要来和赵寻聊一聊。让他进来。关于陈功先生想要见面的目的，我已经转达清楚了。至于他还想要跟你说什么，我觉得他希望是可以跟你面对面。他委托你来，是想让你千方百计的说服我，不想让我断然拒绝，对吧？他当然希望是这样的。可你没有使劲说服我。
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没有任何建议可以给你。你认为我一定会拒绝吧？告诉他，我答应见他。好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有个人必须在场，我也会录音、录视频。谁？你。你希望我在场？对，是你。喂，陈总。什么情况？他同意见面了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什么要求？他希望我在。那再好不过了。我马上让李毅安排时间地点。哎，不，就明天吧。好，那你那个确定了地点告诉我，我去接他。他希望你在场，那么信赖你啊？把我的律师当他的用了。我没别的意思啊。你为我服务，还能让对方如此信赖，可以更好的维护我的权益。这么牛的事儿，只有你林看能做得到。行，那就明天见吧。明天见。你把我害惨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。别害怕，来，过来坐，坐着，别怕。走吧。抱歉啊，这不是我准备的开场白，这么烂俗的台词，你不用费劲儿了，一会儿让林律师给你一个原版的。遵照双方的要求，今天的见面我会全程录音。也遵照双方的意愿，我会全程在场。我刚才在心里算了一下，从那天晚上到今天，一共17天，但是已经物是人非。抱歉，这也不是我想说的话。因为你，我失去了6天的自由。这6天里，我度日如年，我觉得比我前半生加起来都要长。我在里边想一个问题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所以今天想亲口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告我？说我强迫了你。从我把你调到我身边，我就开始追求你，你是知道的。包括那天晚上，在车上，在床上，我都明确无误地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想要你，而且不止一次地问过你，你愿意吗？从始至终，你没有说过一个不字，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愿意。我说的对吗？回答我。是。我一厢情愿地认为，你年轻稚嫩，
处理不好这种不轨的关系，再加上道德的约束，我们身份地位的悬殊，你没有办法热烈地回应我对你的爱，这些我都理解。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好像误解了，我眼中的你和真实的你不像是一个人，我搞不清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。所以今天把你约过来，就想亲口地问你一下，你心里是怎么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的？对于那天晚上的事，在你心里你是怎么界定的？我对你从来都是100%的坦诚，你以前怎么做我不知道，但是今天，我希望你对我也要100%的坦诚，可以吗？我会。那好，我现在根据时间的节点，问你几个我想不明白的问题。那天晚上警察上门现场勘验的时候，你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，你是不是当时就想好了过几天之后去报警？我没有。事情之后的第一时间，你认为自己被侵害了吗？如果你认为自己被强迫了，你为什么当时不报警呢？警察就在旁边，所以你的行为只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在第一时间你没有认为自己被侵害，对吗？所以到了派出所，你没有告我，我待了一宿就出来了，这样事情就顺理成章了。我说的对吗？第二天，你的父亲来到大城，当众袭击我，我马上就约你，跟你单独见面。你当着我的面赌咒发誓的说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强迫过你，对吧？我信了，当时特别心疼你，不愿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伤害，于是我就大包大揽，让你还有你的父母安排你们出国。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。出了事之后，第一时间我要保护你，还有你的家人。我说到了，而且我也是这么做的。我尊重你，征求你的意见。你当时满口答应，对吧？你的父母也同意在协议书上签了字，为什么又反悔了？啊？如果不同意的话，我提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拒绝啊。为什么当时不拒绝？要到机场啊，马上要出国了，你又反悔了，造成一种好像你被绑架、被胁迫的感觉，为什么呀？再到后来，你报警了，完全颠覆了我对你的认知。我对我们之间以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完全失去了判断力。失去自由的6天，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掌控力。你带给我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我活了半辈子，经历了很多意外，唯独这次，你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。我问了你这么多，你一个问题都不想回答吗？你的情绪反复无常，你的话左右互搏，你的言行自相矛盾。说你图钱吧，你只要躺平接受，无疑利益就会最大化；说你图名吧，你只要在网上自曝和我的事情，马上就会变成一个超级网红。可你都没有，不图名不图利，你图什么呀？我想警察也不会知道。幸亏我有专业敏锐的律师，用了不到6天的时间，就查清了事情的真相。别哑口无言啊！你不想为自己辩解吗？告诉我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？
有人让你背后故意抹黑我，你有把柄攥在别人的手里，不得不这么做，对吗？或者是你从他那儿得到的利益，比你从我这儿拿走的更多，是吗？如果这是真相的话，我不追究。这个背后的人是谁，我不在意，我倒希望你因此获得更多，否则你都对不起我受到的伤害。没人指使，没有阴谋陷害。你不承认没关系，我说了不追究，不为难你。其实，法律、警方已经给了公众一个真相，还了我清白，这件事与我已经画上了句号。我现在就想让自己的生活赶快步入正轨，回到原来的轨道上。所以呢，我有个小小的请求，你可以摸着良心，凭你内心的真相，做一个小事。写一个证明材料，不用回避，也不用粉饰，还原事情的真相就可以了。但是要让看到这些文字的人知道，我成功没有强迫你，可以吗？你是要我写一份反悔书吗？不是，只是一个澄清而已。你放心，这个东西不会给外人看，也不会拿给媒体去公开。严格的说，看到这个东西的人不会超过5个。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，是给我们大成董事会的其他5位董事看的。我必须要给他们一个交代，告诉他们成功不是个罪犯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让我几乎身败名裂，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如果法律判我有罪，我不认罪都会伏法。现在法律判我赢了，可我还背着无名，受着惩罚，这不公平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让我一夜之间失去所有的，你就有义务帮我拿回来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有经济上的所求，我也不意外。只要不过分，我答应不还价。不，你凭什么说不啊？法律有法律的真相，你有你的。无论法律最后判谁输谁赢，我心里只有一个真相。我今天来，就为告诉你我心里的真相，让你知道。你心里还有个真相了？好啊，说出来我听听。你伤害了我，违背我意愿，侵害了我的身体。你对我做的一切，你自以为是给我的所有好处，我都不愿意接受。此外，别无真相。不愿意的话，你倒是说呀。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？我哪怕听到半个不字，我都不会强迫你。3个月了，3个月当中，我为什么连一个不字都没有听到？我不敢，我懦弱，懦弱到整整3个月，都在回避、躲闪、逃跑，一个不字都不敢跟你说。我怕你，怕得不敢拒绝你。你怕我什么？你不知道别人怕你什么吗？
你摸着自己的良心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对你一直是温柔呵护的，对不对？我对你说过一句狠话吗？对你黑过一次脸吗？没有。再温柔的强迫也是强迫。你可真让我开了眼了。我见过无数的女人，没见过你这一款的。名、利、人，你总得图一样吧？像你这样反常规、独一款的打法，你到底图什么啊？我情绪反复无常，我说的话左右互搏，我言行自相矛盾。我的每一个让你所有匪夷所思的节点，都是真正的我。经过这么多天，我一点一点找回自己，一步一步走向内心的真相，走到派出所，最后走到这儿，说出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不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有所图，我承认这个让我很羞耻。更羞耻的是，我用了那么长时间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我不图你什么。谁信了？啊？你说的这些话谁信啊？恐怕连一向同情你的警察都不会相信你说的这番话。真相在我自己心里，别人相不相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今天在你面前说出这个“不”字。从现在起，我和你没有一丝一毫的瓜葛。张群，上来吧，上来吧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你想听吗？去哪儿？能去报警前那晚的海边吗？好。双方承诺不对外透露事件的经过和刑侦的细节，也不对任何人谈起或者讨论此事。当然也不能曝光对方的个人信息和隐私。你们双方可以承诺约定一个期限，这个期限可以是永久，直到双方离世。当然你也有权利跟他提出一定费用的经济要求，他一定要一次性支付。但是这笔费用仅限于他对你承担约束责任的感谢，并不代表他以任何名义跟你赔礼道歉。仅仅支付，你可以任意定义这笔费用吧。传说中的封口协议就是这样吧？
客观上对双方是起到这样的作用。法律上赢了，还觉得不够安全，不够稳妥，是吧？怕我跳到公众面前，说出不利于他的话，对吗？我的每一处软肋都被你抓住，变成致命一刀，一刀一刀杀了我，让我指控无证，这还不够吗？还想让我永远闭嘴，永远沉默，放弃发声权利？就算是一个人的真相，也要烂在自己的肚子里，是这个意思吧？真是善始善终，怎么会有你这么厉害的律师？成功最大的幸运，就是聘请你做他的律师。记得报警前，你跟我说过，我作为成功的代理律师，也即将成为他的辩护律师。我能预言你的指控前景并不乐观。就以现在的证据，你的赢面不大。后来的每一步，都按照你的设计在发展。你很得意吧？警方的调查对我保密，但是我还是能猜到，我是被哪几刀杀死的。不是你最早找到我让保安送酒上楼的人证视频，警方是不会那么快戳穿我逼醒人事的谎言。不是你防患于未然，先发制人，第二天就录下我亲口否认强奸的关键证据。用我自己的话推翻了我的指控，不可能8天就让刑侦山穷水尽无路可走。你就像开了天眼，我的每处漏洞你都一目了然，抢在警察前把他们抓到。我输给了你，你让我连检察院的门都进不去。这是我的职责。你是在向我解释吗？不是，我想多了，因为我总能感觉到你的好意。我犹犹豫豫，自相矛盾，像是在大雾里找自己。你却比我更能看清我自己。我说不出口的话，你能听见、听懂。你话不多，却像大雾里亮了一盏灯，让我毫不犹豫地奔过去，一步一步走进你的掌控，却总是忘了你是对方的辩护律师。封口协议是最后一步了吧？我签了字，你就完美收工，确保他永绝后患，高枕无忧了吧？我怕曝光，我不想跳出来说自己就是指控成功强奸的女主角。我知道那么做会发生什么，面对什么。我承受不了被千夫所指，万众审判。我要把自己藏起来，把家人也藏起来。我不想说，不代表我逆来顺受，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掉。这是我能为自己辩护的最后一个机会。不透露事件刑侦细节，不曝光对方个人信息及隐私，他也得遵守吗？当然，这份协议约束的是双方，不是一方对另外一方单向的约束。他不能对任何人说我的身份和姓名，他也要遵守吧？当然。那如果这份协议的期限是永远，他这辈子也不能对任何人提起我。是的。那这份协议也保护我。这份协议保护的是双方。刑侦关门之后，你们保持缄默，封存事件的经过，
不让大众吃瓜，控制社会舆论的发酵，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了。这可以让你们尽快的摆脱阴影，回到正常的生活。正常的生活，我能回得去吗？不管回得去回不去，都只有一条路。什么？继续生活下去。等等，我有一个问题，特别想知道你的答案。你知道我不会回答你的，但是我还是想问，除了燕警官，你最能洞察真相。法律没有给我希望的结果，我已经不在乎什么别人的真相了，唯独你除外。我只想知道一个人的答案，你认为他是不是强奸？在法律从业人员眼里，只有法律的事实。那你心里呢？你心里的真相是什么？